这部剧最吸引我的不是剧情，而是某瓣上的这条评论。这位网友问大家还有没有类似的剧？自从这部剧结束后，他已经很久不看任何剧了，因为入戏太深了。我起初很好奇，这只是一部剧情中规中矩的科幻剧，有那么大吸引力吗？直到我把剧看到后面，才发现这部剧确实与一般科幻剧不同。于是我想，我是不是也要换个不同的方式来解说这部剧呢？试试吧。他掀开男孩的衣服，发现男孩的身体竟然少了一个东西。女医生看完后立刻做出决定，把他带回家做科学研究。可自从男孩进了家门，女儿尖叫，儿子尖叫，丈夫发火，女医生自己也很无语，可她却依然不愿送走男孩。男孩为什么有那么大吸引力？因为他的出现注定让每一个科学家着迷。1天前，他浑身赤裸出现在树林里，他全身沾满羊水，眼神像婴儿般纯洁。随后他来到城市，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路人纷纷避让。随后警察赶到，发现男孩好像听不懂别人的话，只好把他送到少管所。在这里，他们给男孩取名叫卡尔。卡尔正看着不远处的二黑子，见二黑拿起食物塞进嘴里，他也有样学样的吃了起来。但这把二黑看得浑身发毛，上来就要打他，他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快就被打倒在地，直接尿了裤子。教官一看这可不行，于是便打电话叫来医生金姐。金姐听了卡尔的情况很感兴趣，金姐和卡尔打招呼，卡尔拿起一幅刚画好的画，金姐张大了嘴巴，卡尔竟然像打印机一般将昨天在树林里看见的男女画了出来。紧接着卡尔学起了金姐的表情，把金姐萌到不行。但是教官说要金姐把卡尔带回家暂住，金姐犹豫了，没办法，教官只好掀起卡尔的衣服，只见卡尔的小腹平坦，竟然没有肚脐。金姐惊呆了，立刻决定带他回去做科学研究。金姐带卡尔回了家，可刚到家就出事了，女儿洗完澡直接裹着浴袍就出来了，谁知家里多了个陌生人，她被吓得尖叫跑开。随后金姐有事外出，叫小美看着卡尔，可小美却忙着和男朋友煲电话粥，一不留神卡尔就溜了出去，溜进了邻居家里。原来是被优美的琴声吸引，他不自觉的热泪盈眶。可弹琴的女孩一转头，差点被吓死。被赶出来的卡尔回家躲到了浴缸里。这时刚放学的小帅回来了，放下书包便利用上厕所的时间孜孜不倦地开始复习考题，结果被浴缸里的卡尔吓得跳起，提起裤子狂奔，还不小心把习题甩飞出去，正好被妈妈捡起，发现他塞在里面的连环画。还好邻居突然敲门，小帅才躲过一劫。不过邻居是来控诉卡尔耍流氓的，但他很快发现女儿陷入了卡尔深邃的眼神里，快要不能自拔，于是赶紧拉着女儿往外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那才叫真的尴尬。男主人阿伟回到家，金姐送上一个拥抱，而卡尔看在眼里，却以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礼仪。就在当天吃晚饭时，卡尔突然开口了 Yo, let's get some juice down here. Sup? Everyone taking stupid pills around here? Juice me. 虽然是在少管所里学得很不礼貌，但大家无不惊奇，卡尔竟然在1天之内学会讲话，还顺便当着一家人的面把大女儿小美跟男友说的肉麻话也一并念了出来。小美只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卡尔是彻底把小美给得罪了。惊讶的弟弟赶紧给他做智力测试，结果发现卡尔竟然全部做对了。于是金姐带他到医院检查，扫描完脑部，医生彻底傻眼了，卡尔的大脑开发程度是爱因斯坦的2倍。不过如此活跃的大脑，不知道是福是祸。小帅初步判断卡尔可能是外星人。到了晚上，父母安排卡尔睡在小帅旁边，这下小帅不乐意了，他完全没有了私人空间。他们不知道卡尔还有个更大的毛病，那就是晚上根本不用睡觉，他在屋子里闲逛，突然看见小美悄悄走过，卡尔好奇地跟上去，原来是偷偷溜出去参加派对。这里音乐震天，人群舞动，卡尔看得心潮澎湃，还学别人喝了点酒，但他很快就倒下，还吐了一地。而就在这时，警察来了，所有人四散逃开，因为未成年喝酒可是违法的。迷糊中，卡尔看见小美被警察抓走了，什么也不懂的他只知道不能让小美有危险，于是他破窗而出，来到警察面前。警察叫他走开，他却做出了这样的表情，这是他所能想到的最凶的动物，响尾蛇的样子，这引得周围的人纷纷爆笑。警察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放开手里的小美，转而面对卡尔。结果卡尔轻易就夺下了手铐，警察怒了，拿出警棍攻击。这次他不但攻击落空，警棍也被抢走，还被丢在地上，最终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悻悻离开。而小美被卡尔安全送回了家。第二天，阿伟正在做视频剪辑，眼看就要完成，但是键盘进水，导致计算机直接蓝屏，1天的努力白费了。而一旁的卡尔却看着满屏代码出神，他有一种无比熟悉的感觉。他来到另外一台电脑前，一阵飞快的输入后，工程文件竟奇迹般恢复了。阿伟一看不禁笑了，这太神奇了。他问卡尔是怎么做到的，卡尔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小帅放学回到家，发现房间被卡尔整理得干净整齐，更重要的是卡尔帮他找来了心爱的学习资料。他找到卡尔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卡尔说你说过你很想学好这项技能。随后他竟来到金姐的背后，紧紧地抱住了她。金姐起初还以为是阿伟，结果一回头，
原来那天他和阿伟这样打招呼被卡尔看见后，卡尔以为这是日常打招呼的方式。金姐说你吓到我了。卡尔问下是什么意思，金姐说吓就是害怕。 I get scared. What? What are you scared of? 一瞬间，卡尔想起了响尾蛇、少管所欺负他的二黑、殴打他的警察，还有那些嘲笑他的人。 Everything. I don't know what. Kyle, I can't imagine how strange and scary the world must feel to you right now. But it will get better. I swear. Help me. Mom. 一声妈妈过后，金姐柔软的心被触动了，她紧紧抱住卡尔，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他。晚饭时，她硬着头皮向大家提出要继续把卡尔留在家里。幸运的是，竟然没有人反对，因为善良的卡尔早已打动了其他人。不过他们不知道，卡尔的毛病会给他们带来多大麻烦，那就是卡尔无法睡觉。与此同时，一个男人不止一次出现在金姐家门口，他秘密监视着卡尔的一举一动。这天，他手里还拿着一叠档案，上面的照片正是卡尔。 美国男孩天天晚上不睡觉，刻苦练习中国功夫，但美国人不知道，只练外功不练内功会有不良后果。看这吃相就知道，不良影响已经出现。不过妈妈却认为问题在于卡尔的大脑，她带卡尔去看医生，医生先帮他看牙齿，结果他也帮医生看牙齿。 妈妈只能无奈地笑。医生说难以置信，卡尔的牙齿竟然是全新的，没有任何磨损，也就是说他以前没有吃过东西。再掀开卡尔的衣服，医生呆住了，他竟然没有肚脐。他不禁看向金姐，金姐却说：“别问我，这事得问你。”原来卡尔是金姐前2天才收留的。她告诉医生，收留时卡尔根本不会说话，但却在1天之内学会了说话，不过记忆始终一片空白。 医生说，可能是他做过阑尾手术，顺便把肚脐切除了。随后，金姐拿出卡尔的大脑和磁共振图，医生看了之后说，他也没见过如此活跃的大脑。无计可施的他，只是开了点安眠药，便让卡尔回去了。这时，警察来到家里，他想帮卡尔寻找家人，但卡尔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警察也束手无策。他说他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失忆症。晚上，阿伟给卡尔吃过药后，便睡觉去了。 结果第2天一早，大家发现卡尔一个人在草地上，他整整看了1晚上的星星。因为小帅曾告诉卡尔，他是个外星人。阿伟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便带他出去跑步，消耗一下体力，晚上估计能睡得香。而卡尔一听，瞬间化身一名马拉松运动员，很快不见了踪影。阿伟根本追不上。然而到了晚上，卡尔却依旧精神抖擞，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金姐教他数数，自己则在一旁陪伴卡尔。结果第2天，他一觉醒来。 卡尔已经数到了10几万，他竟然数了1晚上。这时，金姐突然想起丈夫上班要迟到了，她冲到房间叫醒阿伟，但已经太迟了。阿伟开始抱怨起金姐来，非要把卡尔带回来，搞得大家焦头烂额。金姐说：“你就当咱们生了3胎。”阿伟说：“我可没有这么大的3胎，他不属于这个家。”金姐赶紧安慰丈夫，并且说：“要是不让卡尔住在这里，他无法生存下去。”阿伟这才冷静下来。可这一切都被卡尔一字不差地听见了，然后他默默离开了。 看见空荡荡的床，金姐心急如焚，她立刻报警，但警察也没办法。阿伟出去找了1天，直到傍晚回来，还是没有半点音讯。小美很自责之前对卡尔态度不好。金姐无意中看见卡尔的话，想起一个地方，她怀疑卡尔去了那里。于是，一家人提着手电来到卡尔出现的那片树林。果然，卡尔真的在这里。他站在高处，仰望星空。You're okay. We were so worried.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y'd you come? I came so my family could find me. I think we just did. 回到家，阿伟给卡尔洗了个澡。卡尔意外发现收音机里的白噪音听着很舒服，他一边听一边躺在他最喜欢的浴缸里，他竟然睡着了。金姐一家总算松了一口气，但就在刚才的树林里，竟然出现了一副白骨，而且这里正是卡尔最开始出现的地方。 就在刚刚，警察告诉他，你收养的孩子可能是个杀人犯，因为警察在树林里发现一具白骨和一个奇怪的标志，而卡尔出现的地方就是那片树林。金姐说这不可能，都成白骨了，那肯定已经死了很久了。警察说不是的，尸体被人撒上了生石灰粉，从而加速了尸体的腐烂。警察还在死者的指甲里提取到了打斗留下的肌肉组织，这是一起谋杀。金姐说卡尔身上并没有伤痕，但警察说这也不排除卡尔是帮凶。警察想找卡尔问问，但被金姐拒绝了，他怕这会吓到卡尔。警察离开后， 金姐不禁想，卡尔真的是凶手吗？她找到卡尔，把神秘标志给卡尔看，问他有没印象。卡尔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标志，但卡尔会不会说谎呢？金姐不知道，卡尔有一种病，叫做听见说谎就浑身不
不自在病。吃饭时，小帅说自己考试终于及格了，要求奖励，可那试卷明明是卡尔帮他做的。小美也说自己白天在家照看卡尔，哪也没去，可他明明就跑出去约会了，把卡尔一个人丢在家里。卡尔听到这些谎言，不由自主的心烦意乱，心跳加速，最终把所有的事抖了出来，而换来的却是小帅姐弟的埋怨。卡尔不明白，说真话竟然是这样的结果。卡尔沮丧地爬上屋顶，想一个人静静。这时阿伟爬上来安慰卡尔，说谎言有时候是善意的，但你不能通过谎言来袒护别人，你做的没错。另外一边，妈妈也在找小美谈心，很快说通了小美，于是三人便和好了。可没想到的是，邻居家的女孩让卡尔的诚实瞬间破防了。白天的时候，卡尔在屋顶修天线，然后他以跳楼代替了梯子。这时小爱正好开车经过，被卡尔吓了一跳，车子也撞上了垃圾桶。母亲刚买的跑车就这样被他刮花了，他心里很害怕。卡尔告诉他，你就和母亲说实话就好了，相信他不会责怪你的。小爱却说，这也太扯了，谁会相信有你这种随便就跳楼的人呢？晚上妈妈回到家，小爱向妈妈坦白车子的事，果然妈妈不分青红皂白将小爱一顿责骂。这时卡尔突然出现了，他对小爱妈妈说，车子其实是我不小心弄坏的。小爱赶紧说不是的，而卡尔却一口咬定就是自己弄坏的。本来就对卡尔印象不好的母亲对卡尔喝道，你以后离我女儿远一点，然后转身离开。卡尔站在原地，这是他第一次说谎，因为他对小爱有种特殊的情愫。这天，阿伟拿着一份报纸找到金姐，报纸上说警方确定了那具白骨的准确死亡时间，正是卡尔从树林走出来的那天。阿伟不禁担心卡尔是不是真的和这事有关，而阿伟夫妇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对话正被不远处的男人窃听，他正是一直偷偷监视卡尔的神秘人。更重要的是，他的手背上有打斗留下的抓痕，他到底是谁？和卡尔之间有什么关系？还有，这天金姐来到卡尔的房间，她正在整理卡尔的画，结果无意中发现几张画拼起来出现了一个图案，正是警察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图案。这个男孩是个二愣子，为了追求这个救生员，他竟然使出了非人的手段。只见不会游泳的他来到跳台，纵身一跃，就这样直挺挺地掉进了水里。他在水底不停喝水，救生员一看不对，水怎么少了那么多？于是他跳了下来，以极其优美的身姿把男孩救上岸。这个男孩名叫卡尔，原来昨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邻居家的小爱和自己在水里邂逅，他享受地闭上眼睛，小爱却消失了。第二天，他竟真的被同伴带到了游泳池，他意外发现小爱竟然是这里的救生员，人物地点都对了，他不下水还等什么呢？可他忘记了自己没有学过游泳。小爱正要给卡尔做人工呼吸，卡尔却醒了过来，看着凑那么近的小爱，他的身体起了变化。围观群众投来不可思议的表情。小爱匆匆离开，但小爱并没有生气，反而来找卡尔，他很关心卡尔的状况。他来到卡尔的房间，无意中发现了桌上的画，上面画的竟然是自己。再翻开上面一层，下面的全是自己。小爱呆住了。就在这时，卡尔进来了，但是小爱低头看见卡尔正拿着男孩专用的学习资料。小爱二话没说便匆匆离开了。卡尔想自己已经完蛋了，但当他第二天再次来到游泳时，小爱似乎并没有生他的气。他见卡尔在那学狗刨半天都刨不动，主动提出教他学游泳。小爱的手托在卡尔腹部，他的手就好像有魔力一般，卡尔瞬间就掌握了水的浮力。等到小爱取东西回来，他已经游得比鱼还要快了，把小爱都看呆了。他问卡尔，你以前真的没游过泳吗？卡尔说昨天游过。小爱说，你昨天那叫喝水不叫游泳。接着他低头一看，发现卡尔竟然没有肚脐。他问卡尔为什么，卡尔说我也不知道。小爱说，真好，这样你就不会着凉拉肚子了。卡尔趁机向小爱道歉，不料小爱说，我并没有生气，只是你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接着他说，明天我妈不在家，你来我家吧。第二天，卡尔如约来到小爱家里，小爱拿出一叠画放到卡尔面前。原来小爱的父亲生前是个画家，卡尔的画让他想起了父亲。很快，打开心扉的两人成了无所不聊的朋友，离恋人就差那么一步了。卡尔决定画一幅不一样的画送给小爱，在花费了几个小时之后，画终于完成了。他小心翼翼地收好，准备在晚上的派对上送给小爱，并且向她表白。晚上，卡尔坐立不安等了好久，终于梦寐以求的女孩出现在面前，她是如此美丽动人。卡尔正要开口，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原来小爱已经有男朋友了。就这样，卡尔失恋了。这个男孩曾在树林里和一副白骨睡了好久，醒来之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肚脐也没有了。他光着身子来到城市里游荡，后来被阿伟夫妇收养。男孩名叫卡尔，他无比渴望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会在那里醒来，以及为什么自己没有肚脐。养母金姐请同事帮卡尔催眠，卡尔躺在沙发上，很快就随着催眠师的引导进入了状态。卡尔回到了苏醒过来的那片树林，只见两个男人在打斗，最后壮汉一枪解决了眼镜男。卡尔不知道眼镜男是谁，但这个壮汉卡尔却认识。他说出壮汉的名字，
汤姆。金姐一听汤姆的名字，认为不太可能，因为金姐也认识汤姆，他是新调来的社区巡警。金姐猜测可能是卡尔的潜意识用汤姆的形象做了替代。紧接着催眠师引导他进入更久以前的记忆，突然卡尔的状态变了，催眠师赶紧把卡尔唤醒，而卡尔有一项逆天技能，那就是能像打印机一样把出现在脑海里的画面准确无误地画出来。这天汤姆巡逻经过这里，养父阿伟把画交给汤姆，问他是否知道画中的人时，汤姆愣住了，随后他强作镇定地问凯尔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看到他的。阿伟说没有，只是卡尔脑海里出现的画面。汤姆这才放心离开，并且说会把画转交到警局。他回到家便开始打电话，而眼前的电脑屏幕上竟然出现阿伟家的画面。他早已在阿伟家里偷偷装了摄像头，原来警察只是他的表面身份，他的目的是接近卡尔。此时卡尔正和同伴在玩碟仙，别人问的都是谁是最帅的人这种问题，卡尔却问自己的生日是什么。众人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原来卡尔见每个人都有生日，唯独自己没有。可同伴提醒他这只是个游戏，可卡尔还是很执着。然而奇迹出现了，众人的手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最后得出一个数字78127。显然这并不是生日，但会是什么呢？与此同时，卡尔在报纸上看到了眼镜男的照片，报纸上说树林里的白骨就是他，他的本名叫老白。那么这印证了卡尔催眠中看到的情景都是真实的。报纸上说老白的身份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人类记忆的。为了揭开自己身世的秘密，卡尔决定让小美和她的男朋友带自己去华盛顿大学调查一下这个老白教授。不可思议的是，在这里卡尔看见了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卡尔来到华盛顿大学，他顺利找到了老白教授的前助理。他问前助理自己是否是老白的学生，助理说不是的，教授做的项目我都有参与，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卡尔的满心期望就这样破灭了，可他不甘心，他强烈要求尝试一下老白教授的研究，因为卡尔觉得自己真的是认识老白的。而助理真的让卡尔尝试了一下，结果奇迹发生了，老白的测试卡尔竟然得了满分，从来都没有人能做到。如此看来，教授应该是带过卡尔的，但助理又纳闷了，如此傲人的实验成果，老白怎么没有公布呢？就在这时，卡尔无意中看见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竟然和自己一模一样，但他很快确定这个人并不是自己，因为照片的日期是1985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助理肯定是没用的，因为那时候他也还小。不过他帮卡尔找到了老白的前任助理，看见卡尔，老助理也很惊讶。惊讶过后，他告诉众人，这个人名叫亚当，曾经是老白最优秀的学生。说起亚当，老助理赞不绝口，说亚当不但学术做得好，还很关心身边的人，并且永远一副求知若渴的样子。这说的不也是卡尔吗？但卡尔问起亚当的联系方式时，老助理却说亚当已经失踪20年了。卡尔无比失望，不过老助理给了他一些亚当留下的私人物品。卡尔从中找到一张纸，上面竟然画了之前出现过多次的神秘标志，以及一串数字。凭借丰富的知识储备，卡尔很快就猜到这是一个经纬坐标。而就在此时，阿伟突然打来电话叫卡尔回去。原来金姐把卡尔的催眠过程进行了录音，他对这一段奇怪的话研究了半天，最后放慢速度才听清卡尔在不断的念一串数字。阿伟也研究了半天，最后发现这是个定位坐标。他到网上搜索，结果让他感到不安，那竟然是一个绝密的政府机关。在听小帅说卡尔去华盛顿大学后，阿伟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妙，于是才打来电话。听说卡尔也找到了一串号码，阿伟立刻叫他们赶紧回家。可挂完电话后，卡尔根本不想回家，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自己身世的秘密。于是他和阿强来到了坐标上的那个地点。卡尔深知这里可能有危险，他叫阿强在外面等着，自己孤身一人走进了树林。很快他就来到一片铁丝网面前，他正要爬上去一探究竟，突然他被人猛地拉了下来，那是一个蒙面的男人。卡尔和他缠斗在一起，但很快卡尔就挣脱逃跑了。蒙面人追了上去，但没追多远，卡尔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突然卡尔出现在他身后，一把摘下他的头套，这人竟然是汤姆。 What do you want? Shut up. Why are you following? Shut up and listen to me. I'm not gonna hurt you. If I wanted you dead, you'd be dead already. Like you killed Professor Kern? He's not the man you thought he was, trust me. Trust you? Everything I did was to protect you. No. To keep you safe. Safe from what? You gotta trust me. You gotta stop asking questions. Forget about the past. Get on with your life. Because if you don't, you're gonna put yourself and you're gonna put Nicole, you're gonna put Steven and Lori and Josh, that whole family in danger.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y'll kill you, Kyle. They'll kill all of you. Kyle! Now get out of here. Kyle! And remember what I told you.
Go! And don't ever come back. Go! 最终，卡尔为了阿伟一家的安全，选择了听汤姆的话，对今天的遭遇只字不提，也不再提老白和亚当了。然而，画面一转，秘密部门内部看见了监控画面里的卡尔。781-227. He's alive. 另外一边，卡尔回到家，竟然有一对夫妇找上门来说卡尔是他们失散多年的儿子。这对夫妇说他们是卡尔的亲生父母，他们解释了卡尔之所以没有肚脐，是因为卡尔天生器官错乱，做完手术之后肚脐也就没了。至于喜欢睡浴缸，那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还说出了其他一些细节。最后拿出一本相簿，那是卡尔儿时的照片。卡尔看着儿时的自己，如同看的是别人，他根本就不相信。他举起照片，对着摄像头质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卡尔知道汤姆就在屏幕那一头，因为他昨天偷偷调查过汤姆，知道他一直在偷偷监控着自己。卡尔冲到亲生父母面前，问出了关键问题：“老白教授是谁？你们认识吗？还有亚当，为什么他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他们被问得一脸茫然。不过这也可以解释，因为卡尔消失了5年，5年可以发生很多事，也许唯一知道真相的只有汤姆。而金姐一家已经开始慢慢接受卡尔要离开的事实，虽然明显看得出不舍，但 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卡尔的确是那对夫妇的孩子。I'm not going with them. Damn straight. Kyle, of course we don't want to lose you, but it's not that easy. They're your family. You're my family. I don't care what the test says. They're strangers to me. How can I go live with them when you're the only family I know?此时的卡尔陷入了痛苦迷茫之中，他甚至跑去教堂求助上帝，而秘密组织里面的人正在策划着让卡尔从世界上消失。似乎卡尔活着是他们的失误，也就是说，他们曾经杀过一次卡尔。此时卡尔正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卡尔晕了过去。昏迷中，卡尔的记忆又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这次他看清了老白和汤姆的打斗经过，老白就是被汤姆杀害的。很快，卡尔醒了过来，原来迷晕自己的竟然是汤姆。汤姆叫卡尔保持冷静，并说自己这次是打算将真相告诉卡尔。可就在这时 Did you hear something? What? 原来组织的杀手也到了，敏捷的卡尔竟然躲开了杀手的子弹，不过汤姆却中枪了。卡尔费尽全力带汤姆离开，并上了汤姆的车。没开过车的卡尔充当了另一种杀手，总算摆脱了另一个杀手。汤姆叫卡尔赶紧离开这里，他自己会回去处理伤口。卡尔哪里肯答应，他威胁汤姆现在就告诉自己所有真相，否则他是不会离开的。无奈，汤姆只好告诉卡尔，老白是被我杀的，这一点你已经知道了，而我杀他是因为他当时要杀了你，就在我处理尸体的时候，你醒来了，后来你被送到少管所，没多久又被金姐收养，于是我觉得我有必要监视你。卡尔问老白为什么要杀我，还有那对说是我父母的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想不起以前的任何回忆。接下来汤姆的一番话让卡尔的态度180度大转弯，他回到家中和亲生父母相认，说自己全都想起来了，还表示马上就可以跟他们回家。亲生父母听完一脸欣慰，而金姐的表情却略显复杂。卡尔回房间收拾东西，金姐走了进来，她就好像你要出远门时的母亲，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殊不知心里的东西是无法诉说的，那就是满满的不舍。一转眼，亲生父母的车已经等在路边，卡尔和大家一一拥抱。阿伟嘱咐卡尔万事小心，金姐则叫卡尔每天都要打电话回来，卡尔全都答应下来。最后他上了车，车子渐渐远去。卡尔走后，金姐把自己锁在房间，看着一家人的合影，她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车上的卡尔也一脸难过，他对前面的亲生父母说道 You two are very good liars. It's our job. 原来他们是汤姆请来的演员。那天晚上，汤姆告诉卡尔，你根本就没有回忆，因为那天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汤姆叫卡尔配合那对演员离开，到了新的地方，自然就知道答案了。不知过了多久，卡尔终于到了目的地，眼前的男人正是亚当。他告诉卡尔，你和我一样都是克隆人。原来20多年前，为了掌控自己的命运，亚当从神秘组织逃离，从此隐姓埋名，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且派出汤姆作为卧底，混入神秘组织内部。当时实验室发现卡尔失去控制，要将其销毁，殊不知是亚当让汤姆动的手脚，还让汤姆出手救下卡尔。事实上，卡尔非但没有失败，还是最成功的一代克隆人。这些都是亚当一手策划的，因为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向神秘组织发起反攻，报复他们违背人伦的实验。而秘密基地那边，
已经有另外一个试验品，马上要培养完成。从培养器上的编号来看，是卡尔之后的最新克隆体。高空猜测，未来可能是他与卡尔之间的斗争。好了，到这里第1季的故事已经讲完。高空在前面说过，这部剧与一般科幻剧不同，是因为它除了科幻故事以外，每一集都在见证卡尔的成长，从刚开始的我是谁，到后来的一步一步走入社会，融入群体，变成了我想我是谁。其中不只有卡尔的故事，也有很多别人身上发生的故事、矛盾、纠结以及收获，最后都映射到卡尔身上，很容易让人带入自身成长中的烦恼和感悟。所以那位网友才会说入戏太深，但解说过程不适合发展过多的支线剧情，因此高空只做了些许尝试，推荐大家去看原片，里面呈现的情感更加饱满。好了，恭喜你又看完了一部可能解说的没那么精彩，但解说的很用心的美剧，还不一键3连，然后加个关注吗？